好，下次再来。立储仪式和祭天大典很快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可得好好给大皇子准备个惊喜。大统领，放心吧，我们的人已经陆续进城了。鲜花都到了吗10车鲜花已经抵达京城。大统领，这些还炸不了他仪式现场吗？大统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终于，不到半个月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仪式现场踩点看看了。谨慎行事。有消息说龙香卫最近加紧了城内的安防。放心，大统领，我的伪装是专业的。都仔细着点，立储典礼在即，容不得半分差池。是，放这儿就行，小心点。这个傻子现在负责监督立储仪式，都要摆放整齐。万一他身上有不防图，这边。哎，没事吧？是你？真巧，又见到你了。啊，大人，您这手流血了啊，小伤无妨。身为医者，看见病人不救是要损阴德的。你这伤……疼就喊出来，反正这又没人。大夫，你平时对患者都这么亲切？只对你这般不懂爱惜自己身体的病人是这样。摸了一圈了，看来今日他身上没有不防图。行了，切记这伤近日不要碰水。告辞。哎，兄台，你2次救我和我家人，敢问兄台怎么称呼？叫我离桑就行。黎兄，告辞。小五，快看，孔明灯，我们也放一个吧。哇，快许愿！祈求上天，这一世我可以平平淡淡度过此生，君彻以后也不会变成一个暴君。你怎么睁着眼睛许愿呀？你要够虔诚，老天爷才会帮你。我没有什么愿望是我自己完不成，需要求助老天爷的。小姐，我也劝你，求天求地，不如多求求我。那我要现在天上就下雪。下雪？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要看下雪吗？那，喜欢吗？这是我给你下的雪。小五，这不是雪，是灰烬。灰烬和雪不是一样的吗？都是白色的，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那你也不能用这种不管他人死活的方式下雪啊！你喜欢我就给你下了呀。那你把那么多的孔明灯都烧了，那些人的愿望怎么办啊？而且那个火星可能会烧到别人家的屋子。烧了就烧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？我不可理喻，那你就是多管闲事。我不跟你吵了。我只是想让你开心，我有什么错吗？姑娘们都进来休息吧，打烊了。好嘞。有狐狸。大统领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生这么大的气？看您这样子，该不会是有喜欢的人了吧？莹莹，听说丁怀仁死的那天，你正好给小五放了1天假。那天他不在家，
太子让我查出杀定怀人的凶手。小五是越国人，会武功。据知情人描述的，凶手外貌他的嫌疑很大。怎么会呢，哥？我看到小五那天很早就回来了，不可能是他干的。即便如此，小五这个人来路不明，十分危险，他绝不能留在陆府。为什么？你不想让他走，是因为他现在在你心里很特殊，舍不得，是吗？喜欢？什么是喜欢？喜欢就是当他靠近你的时候，这里跳得发狂，明明脉搏非常快，但却要假装镇定。走远点，你的熏香太重了，头疼。难不成是那陆家小姐陆莹莹被我们大统领给喜欢上了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很难回答吗？算了。哥，哥，大统领真的喜欢陆莹啊！好，我不问了，我就是想知道是谁惹得我们家大统领不开心了。大统领，看您这样子，该不会是有喜欢的人了吧？什么是喜欢？喜欢就是当他靠近你的时候，这里跳得发狂，明明脉搏非常快，但却又假装镇定。怎么这样看我？没事，小姐好看。世人道，风月不堪繁华套牢，牵一了，情恩就很难消。而今世已落多少，辗转成歌谣。我听闻传说起了风，又跌落成空。不敢扰众生，不敢惊动梦，只怕传颂早早归途。那我怎么才能确定我是不是喜欢？你靠近喜欢的人，一试便知。怕旁人不懂，怕无端动容，不如就此有始无终。夜雨落听见，映照人间离散。不如又相见，见证万丈斑斓。离间将会自转，相思在隐忍。初恋人海恨各两端。历经无边悲哀，情一字难断。千月一场别梦寒，记一字情话。这难道就是心动的感觉？看来大统领真是喜欢那个陆莹莹。想要利用人，却搭上了自己的真心，也不知道值不值得。来，
小二，再来壶酒。哎，来了。琼台，拼个桌。2位客官，您的酒。哦，原来是李兄。坐。琼台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。我近日得了个笑话，说来与你听听。有一位勇士，他躺在床上，但他的背上特别的痒，他却不能动。你说是为什么？因为勇士不能翻身呐。李兄，这笑话甚是好笑，可是为什么这么好笑的笑话，而且我这条线，我今天就是笑不出来呢？不想笑就不笑，今日我们就喝个痛快。好，师兄弟就干！干！干！再来！干了，干了啊！会常见的啊！来！干！干！来！这么快就醉了，搜搜看，布王托在不在？啊，你也有，摸我做什么？怎么软绵绵的？是越国妖女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不仅伪装大夫，还骗酒！哎，没事吧，小伙子？兄台，兄台，哎，醒醒！哎，既然晕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喝多了吧？难道这就是胸肌的感觉？僧离，我动心了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立刻把他给我弄走。大统领，我们你们越国！大统领，要我说，杀了他一了百了。不能杀。他是龙香卫，身份特殊，杀了他会引起朝廷追查，会打乱我们的计划。不杀他，或许还能利用他，这样有利于我们计划推进。可如果放了他，他会带龙香卫来抓咱们。大统领，他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。利用他的身份，我有办法。同心果，你又给他用同心果？这同心果可是你养了10年才养成的。不用你管。行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用同心果呢，真是奇异啊！只要这只蛊虫进入他的身体，我就能控制它。你不是说这同心果一生只能种这一次吗？你给这小子用，我觉得特别不值得。闭嘴！抓我！啊？你好好看着他啊！桑林，桑林，醒醒！桑林，是啊，好好看着我。这就被控制住了。桑离，你给我好好演。少爷。哎，哥，小五，你们怎么在一起啊？啊，我们昨晚喝酒来着。你俩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昨晚不是还说想赶走小五了吗？是我之前对他太有偏见了，是我有眼无珠。你这个侍卫，他不仅武力高强，能力卓越，这人嘛也是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实在是令我刮目相看。
哥，你是哪儿不舒服吗？啊，没有啊。那你们怎么一夜之间就……哎呀，冤家宜解，不宜结嘛。哥，你怎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？啊，没有啊。走，走走走。哎，妹妹，我是不是还欠你一个笑话没跟你说？昨晚小五哥跟我说了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，我说给你听啊。从前有一只螃蟹撞到了一只泥鳅，然后那个泥鳅非常生气地说：“喂，你是不是瞎呀？”然后那个螃蟹就非常委屈地说：“不是啊，我是螃蟹。”你还会讲笑话呢。燕回兄，是不是还有正事？哦，莹莹啊，我这次回来是来收拾行李的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最近公务繁忙，没时间来回奔波，所以我就想搬到龙香卫指挥司。可是爹都还没有回来，你现在就要走吗？那你就跟爹娘说一声。好吧。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哥，那你要注意身体啊。好，妹妹就交给你了。我去龙香卫了。我哥这是昨晚喝醉了酒，伤到脑袋了吗？夫人，我们莹儿今年应该也有18了吧？都20了，不小了。我们是不是也该为莹儿的婚事操操心了？是啊，是啊。爹娘，你们找我啊？哎，莹儿，对了，哥以后要住在龙香卫的指挥司了。哎，你先看看这个钢铁。这些呢，都是京城和你年龄相仿的青年才俊，挑挑看。要是觉得合适，爹差人去给你说说媒。我不挑，我就想一辈子陪在爹娘身边。这傻孩子，儿大当娶，女大当嫁，怎么可能一直陪在我们身边？你先看看。不嫁就算喽，不过以后你每个月的月俸可要减半喽。就知道拿这个威胁我。婴儿乖，听话，拿去看看。回去好好看看啊，好好挑挑，好好看一看。你还真把他们挑出来了？那有什么办法呀？我爹娘非要我挑，不然就得扣我的月钱。小姐若不想，这还不简单？怎么，你还真想见他们？哎，不许撕了，还我！舍不得？当然不能撕，肯定不能撕。这都是我爹娘千挑万选出来的钢铁，怎么能撕了呢？我……只是一不小心，全扔火盆里烧光了。那钢铁让我不小心全丢火盆里烧了，我想去捡，把我手还烫着了。这孩子果然不出为父所料啊！今日我把跟帖里的青年才俊都给你请过来了，正好你每个都见一见，都了解一下，这比看更帖更直接。这也有点太直接了，这么多人来家里不方便吧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为父有先见之明吧？隔着一面这么大的影壁，你能听见对方的声音，也能看见对方的轮廓，但是不是真正见面，随便你怎么聊都可以。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啊，真是煞费苦心了。好了，莹儿，你乖了，快去吧。正好今日我和你爹空闲，我们出去饮茶啊。你好好聊聊。唉，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不去，走。等一下，
现在逃避不如一劳永逸。爹娘不是想让我跟他们聊吗？那我就畅所欲言，把我们女子心中想说的都说出来。各位想必对我的一些情况也有所了解，那我就说一些我的择夫条件。若要娶我，夫妻之间应该做到琴瑟和鸣，互相体谅，平等交流。这有何难？继续。既是平等，则夫妻遇事需共同商量，共同做决策，家务之事也得一起承担。这也太简单了，他是着急把自己嫁出去了。笑话，做家务，君子远庖厨，你不懂吗？陆小姐是要夫君做庖丁之。公子既读圣贤书，当知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的道理。周某与陆小姐无缘，先告辞了。周公子驾马车来，可否顺我一程？走。可以。那我就继续说了，终身不得纳妾，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要跟我姓。不纳妾就够过分了，还要冠母姓，自古以来哪有这规矩啊？对呀，这陆小姐也太霸道了。告辞。我还没说完呢，这最后一项是莫要以爱之名困我于后宅方寸之地，我亦有鸿鹄之志，不得干涉我的自由。哎，陆小姐要求这般高，在下倒想见识一下，陆小姐究竟有多花容月貌。让我看看，果然有几分姿色。陆小姐这眉眼颇似一人呢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叠翠楼的小红莲，那可是新进的花魁，据说最贵的一碗也不过卖了100两文银。公子也不需要拿青楼女子与我做比较来羞辱我，因为我根本不在乎。青楼女子又如何？若公子心中唯有此等见识，又何必来此呢？哎呦，这陆小姐女子不守妇道，竟敢如此要求我们男子，就此理。我不过是要求未来夫婿忠贞与尊重，你们便觉得我不守妇道。那你们在媒人那里对我提出的诸多要求呢？我是不是也能说你们不守难得？我只不过是想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有那么难吗？妄想！哎，是哪个不长眼的？我看是老天有眼了。对不起，太好了，小姐，他们都走了。还有在下呢。公子请。在下觉得陆姑娘刚才所有的请求，全都可以满足。是你呀，莹儿妹妹，好久不见。厚安哥哥，我记得你小时候是个小胖墩儿啊。可不是嘛，因为胖还经常被欺负呢，就你和我玩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经常一起抓蝴蝶。记得，我喜欢蝴蝶，所以我们不是老一起抓吗？但我们太笨了，一直都没有抓着过。所以这次啊，我专门给你带了一只蝴蝶。这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我俩之间就别谈什么贵不贵重。手链这么私人的东西，也是你一个外人说送就送的？哎，这位兄台是？他的贴身侍卫。他是小五。哎，我也叫小五。什么好人能叫小五呢？这不吓人的名字吗？小五，哎，赏你的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手链我真的不能收。千万别有压力，这就是我以朋友的名义送的一个小礼物。而且我要是真的送你的话，怎么可能只送个蝴蝶呢？小五，哎，来了，公子，这是我们公子给咱陆府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金蝴蝶。这真的太贵重了。这点东西，我们家公子有钱，京城首富。话密了，哎，抽嘴，抽嘴，收。
那送去啊！那个，每人都有一只啊！到时候整个陆府上下一人一只蝴蝶，我莹儿妹妹看了就会开心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谢谢洪恩哥哥了。改日我带着礼物也去你那儿登门拜访。莹儿妹妹，免礼免礼。莹莹，你能扶我起来吗？哦。腿疼是吧？要不要帮你正正骨啊？莹莹，你吓到他了。我看这位公子身体不适，还是早点去就医吧。哦，不必了，我订了晚宴，我们吃完饭再看腿好不好？哦，好。昨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了一位女子，于是我便将她画了下来。你看，像你吗？啊？还好吧。哎，这幅画我创作了一半，灵感就枯竭了。但是今日见了你之后啊，我灵感迸发，于是我决定将这幅画作完成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是何物呀？哦，原来是我送给莹莹妹妹的聘礼啊。莹莹，我家呢虽然说不是富可敌国，但也算家财万贯。你若是嫁了我，保你一生无忧。洪安哥哥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们实在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。而且你看，你我二人青梅竹马，天底下没有比我们更适合当夫妻的人了。就算再合适，但是莹莹，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没有啊。是那个小侍卫吗？你看他的眼神不一样。小五啊，我怎么会喜欢他啊？是吗？那我便不清楚了。莹儿妹妹为何不愿意答应我？洪安哥哥，莹莹，先陪我喝杯酒吧，喝完之后再聊亲事。大统领啊，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生气啊？陆莹莹那个青梅竹马，看着就烦。嗨，这有什么好烦的？对于这个世间正常的男人而言，想要和一名女子永远的在一起，只有一条路。什么路？博得她的欢心，结为人间夫妻。夫妻？大统领，与其在这里黯然神伤，倒不如直接跟陆姑娘表明。有些话一时说不出，这一世也就说不出口了。桑林，如何表明心迹？投其所好，顺应真心。记得我喜欢蝴蝶，所以我们不是老一起抓吗？但我们太笨了，一直都没有抓着过。你有看到我家小姐？
你有看到我家小姐吗？和我差不多高的。有没有看到我家小姐？你有没有看到我家小姐？彩芝，小姐呢？小姐一直和洪安公子在一起。有没有看到我家小姐？莹莹。 莹莹呢？莹莹呢？莹莹呢？小五，公子，你轻点。还是没有看到小姐。小五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小五，洪安哥哥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要回家了。我怎么说也是京城首富，你就这么驳我面子是吗？今天这个酒，你说什么都得给我喝了。放开！不放！放开！放开！你我青梅竹马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我不是让你在那边等我吗？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你进去救人了？你受伤了没有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小五？小姐，我带你看个东西。小五，你到底要带我看什么呀？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刚刚都还活着的。合着盖子肯定是会被闷死的。你抓这些蝴蝶做什么？是因为你喜欢蝴蝶，所以我抓了许多，想让你少讨厌我一些，甚至想让你喜欢我一点。小五，你说你喜欢我？小姐，当你碰到我的时候，我的心就跳得好快。有人告诉我说，这就是喜欢。小五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。为了你，我想杀了那个红儿，我怕你会因此更讨厌我，我又不敢杀他。我觉得我可以放下你，可当我以为你被困在火海中时，我又想不顾一切去找你。很吓人，对吧？但这就是我的喜欢，就像这些死掉的蝴蝶一样不合时宜。可小姐你呢？你喜欢很多人，你的父母、宴会、彩萍，还有那个洪恩，唯独我，从我们见面开始你就讨厌我。因为我们不该是这种关系。什么关系不重要，小姐，你可不可以分我一点点的喜欢？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就刺进去，让我死了这条心。小五，真是个疯子。这种偏执的感觉和前世的军车一模一样，难道他注定会变成那个疯子吗？原来昨日为我放血疗伤的人真的是你。小姐不必在意，我是自愿的，真的。
骗了，抓到你了，让朕杀了他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你？